千呼万唤，这个神一样的男人终于回来了。乔杀死自己的妻子后，来到了英国伦敦，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他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独自一人的时候，乔总会想起玛丽，她是一个美丽善良的黑人女孩。乔杀死了她的前夫，可是玛丽却带着女儿人间蒸发。乔无时无刻的想找到对方，虽然伦敦有很多美女，可乔却没有任何的兴趣。就在乔沉浸在思念中的时候，同事哈丁找到了他。乔不是很喜欢对方，他喜欢安静，可哈丁却表现得过分热情。乔在哈丁的帮助下，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公寓，而哈丁就住在他的对面。乔因此每天都能看到对方。他不想去了解哈丁，可是这次对方的家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这让乔有点不受控制。他调查了哈丁的信息，也顺便调查了这个女人。她叫凯特，是一个单身的画廊老板，而哈丁是一名富家子弟，也是一个派对狂魔。他经常把凯特独自丢在家中，因为寂寞。乔看到了精彩的一幕，凯特竟然在客厅做出了不雅的举动。No, not watching. Why does the universe keep doing this to me? 乔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他想起了玛丽。在几个月前，乔来到了浪漫的巴黎，他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线索。在别人的口中得知，玛丽去伦敦参加了一个艺术节，所以乔才会来到这座城市。晚上，乔正准备下班回家，却意外看见了在学校离开的凯特。因为两人住得很近，他理所当然地跟踪了对方。Just so we're clear, it's not following someone if you have to walk the same way home. This can't be happening. I can't get involved. 如果不是乔的出现，歹徒或许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凯特。虽然没有受到伤害，可凯特还是坚持要报警。乔不想面对警察，只好谎称自己签证过期，请求对方不要向警察提起自己。回到家后，乔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暴露。然而这时，哈丁找上门来，得知乔救了凯特，他特地上门致谢。为了报答乔的仗义相助，他把乔带到了伦敦最高端的夜总会，还把乔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全是一些权贵名流。乔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就在他准备偷偷离开时，却被一群女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从乔的神情上看出，乔是个有故事的男人，而且受过女人的伤害。这些人的话让乔想到了玛丽，他曾经费尽心思跟随着玛丽的足迹，终于在艺术节上找到了对方。然而玛丽看见乔之后，却表现得非常恐惧，因为她知道乔杀了很多人，包括她的前夫，也是死在乔的手上。玛丽没有给乔说话的机会，转头就逃离了现场。乔每次想起玛丽的表情，都感到无比的伤心。没喝几杯，乔就感觉有点酒精上头。而哈丁得知乔为一个女人伤心，表现得非常不屑。对他来说，女人就是一种工具。哈丁不尊重女性，也顺带羞辱了乔深爱的玛丽，这让乔有种杀人的冲动。喝了一杯烈酒后，乔就准备起身离开，却发现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第二天，乔在家中醒来，因为昨晚喝酒断片，乔只是迷迷糊糊的知道是哈丁送自己回来的。然而来到大厅之后，却看见了震惊的一幕，哈丁竟然死在了自己的餐桌上。乔不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却并不是很意外，因为哈丁羞辱了玛丽，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己杀了对方。乔没有多想，就淡定地开始处理尸体。然而这时，乔注意到了哈丁的手指被切掉了一根，而他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把手指藏在哪了。晚上，乔肢解了哈丁的尸体，然后把他们丢进了泰晤士河。第二天，乔照常来到了学校，结果碰到了凯特。他还没有意识到哈丁已经遇害。为了感谢乔的帮助，他热情地邀请乔一起参加晚上的聚会。乔不喜欢和这些人接触，可是又没法拒绝。晚上，乔又来到了那家会所，正准备进去的时候，手机却收到了陌生人的消息。对方告诉乔是自己杀了哈丁。原本他想要陷害乔，而乔的处理方法让他非常的意外。这个消息让乔非常的震惊，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陷害自己。乔开始怀疑派对上的每个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凶手，而他究竟是谁呢？为了和玛丽在一起，他杀害了玛丽的前夫，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乔深爱着对方，他跟玛丽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可是这并没有感动玛丽，他觉得乔就是一个病态的杀人狂。乔没有纠缠，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他放走了玛丽。乔认为玛丽迟早会理解自己，然而没有想到，一个杀手找到了乔，对方表明了身份，原来他是乔的前岳父派来杀他的。而杀手已经厌倦了杀戮，不但没有选择杀掉乔，还给乔安排了一个新身份，让他伪装成一个和他长相相似的大学教授，从此用对方的身份隐姓埋名，这样他就能够回去跟雇主复命，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但他必须要让乔杀了玛丽，因为玛丽知道乔还活着。第二天，乔根据杀手提供的线索，跟着玛丽来到了火车站。可是乔却下不了手，他顺走了玛丽的项链，然后把照片拍给了杀手，以此证明玛丽已经死了。就在乔以为自己可以利用新身份重新开始的时候，他的同事哈丁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乔以为是自己酒后杀害了对方，就随手处理了哈丁的尸体。结果没有想到，一个神秘人主动联系了乔，并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哈丁，然后嫁祸给他。乔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变态跟踪狂竟然被别人给跟踪陷害了，而他可以感觉到凶手就在自己的身边。在一个高端的宴会上，乔开始观察现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哈丁的朋友。乔觉得在场的人都有嫌疑，可是凶手不会把答案写在脸上。第二天，乔跟踪了凯特，她是哈丁的女友，可是对方似乎不知道哈丁已经遇害。随后，乔想到了那个杀手，他怀疑是对方陷害了自己。乔给对方拨打了一个视频电话，然而杀手却否认了乔的质疑，他已经决定退休了，还让乔不要再联系自己。挂掉电话之后，乔意外收到了凶手的信息，对方可以清楚地描述他今天的穿着和打扮。很显然，凶手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他，这种感觉让乔非常的难受。对方似乎在戏谑自己，而且并不打算停手。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乔参加了西蒙的艺术展览会，因为派对上的人都会参加，乔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他们，却没有想到画展上出现了变故，一个女人突然失控，不但在画展上泼油漆，嘴里还大骂西蒙是一个骗子。保安立马对女孩进行了驱逐。随后，乔找到了对方询问缘由，原来女孩是西蒙的助理，画展上的很多艺术品都是出自她手，可是西蒙却把所有的成果占为己有。女孩告诉乔，哈丁得知这件事后说会帮他揭发西蒙，可是哈丁离开后就了无音讯。女孩并不知道哈丁已经遇害，这让乔想到了一种可能，也许是哈丁以此勒索了西蒙，所以他才会遭到对方的杀害。西蒙成了他的头号怀疑人。他回到了画展门口，决定再次等待并跟踪西蒙。What do you want? 就在这时，乔又收到了凶手的消息，对方说他错过了精彩的部分。乔意识到西蒙已经出事，看着警察准备从前门进入，乔连忙从后门跑进去查看，结果看见西蒙果然已经遇害，他的死法和哈丁一样，胸前插着同样的匕首，而不同的是，西蒙被人割掉了一只耳朵。乔的第一嫌疑人成了受害者，这让他又陷入了迷茫。回到家后，乔看到了更可怕的一幕，他家的墙上贴满了他的过去和他的所作所为，凶手竟然调查了关于他的全部。对方不断地用短信骚扰着乔，让他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乔不想理会对方，他选择了无视，结果他的态度激怒了凶手。乔一本正经地来到学校上课，可底下的学生却发出了一阵躁动。原来他们同时收到了一个消息，凶手竟然把哈丁教授的手指寄到了报社，得知自己的老师被人杀害并肢解，学生们都非常的震惊。没过多久，警察就找到了乔，因为乔是最后一个见到哈丁的人。他的女友凯特还向警方透露，乔在救下他之后，让他不要向警方提起自己，这让乔显得非常可疑，因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乔又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警察只能无功而返。然而他们前脚刚走，乔就收到了凶手的信息，对方竟然清楚的知道是凯特让警察找上自己。很显然，凶手就在暗处偷窥自己。 Kate's a threat, life or death, one might say.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her. And here it is, your real game. You want me to kill Kate. 知道凶手的目的之后，乔决定去跟踪凯特。他想在凶手再次作案前找到对方，结果却看见一个女孩鬼鬼祟祟的在凯特的门口寻找着什么。Nadia. 原来女孩是乔的学生，她告诉乔自己想进入哈丁的住所，因为她曾经给哈丁老师写过一封情书，如果内容被公布，那将会毁了她的名声。看着年纪轻轻的奈迪亚，乔无法坐视不管，答应会帮她拿回信件。随后，乔参加了西蒙的葬礼，富人圈中连续死了2个人，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一些仇富的群众竟然拿着横幅支持凶手，而乔的目光完全放在了凯特的身上。他不知道凶手会在什么时候动手，只能像狗皮膏药一样跟着凯特，这让凯特非常的反感。为了能够待在对方的身边，乔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得知乔在保护自己，凯特放下了戒备，他同意让乔待在自己的身边，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危险。随后，凯特还主动带着乔回到了自己的秘密花园。乔是个老司机，一眼就看出了凯特的目的，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欲望。Once. No, I don't. You fuck me. It's a bad idea. No. 就这样，乔被动的和凯特发生了一段不可描述的关系，而暗地里，一个老六目睹了全过程。他是凯特朋友的管家，跟着乔来到了这里。随后，精疲力尽的乔在凯特的屋内醒来，看着还在熟睡的凯特，乔偷偷来到了哈丁的书房，开始四处翻找。没过多久，他就找到了纳迪亚的那封情书。然而这时，凯特突然从背后出现，乔连忙向对方解释，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凯特觉得乔跟着自己回家，只是为了自己学生的名誉，两人的友谊当场破裂。凯特把乔赶了出去，没有办法，乔又只能偷偷跟踪着凯特。他来到了哈丁的牌位前，虽然知道对方外面有很多女人，也知道男友并不爱自己，但凯特还是对他的死感到伤心。凯特离开之后，菲比的管家突然从乔的背后出现，对方怀疑乔就是幕后凶手，以为乔正要对卡特动手，他拿枪抵住了乔的脑袋，
然后对其进行了搜身。She your next victim? No, she's in danger. Hello? That's Malcolm's ring. How? Somebody's trying to frame him. That would have hurt if I still had toes there. 管家已经认定乔就是杀人凶手，没有办法，乔只能杀了对方。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随后，乔挖开了西蒙的墓地，把管家一起埋了进去。可他刚回到家，就收到了凶手的信息，对方竟然目睹了他的作案过程。凶手认定乔喜欢杀人，乔原本想要否认，但他突然想到，这可能就是凶手盯上自己的原因。或许是对方感到孤独，想和他交朋友。乔只好向对方坦言自己喜欢杀戮。果然，乔的做法奏效了，凶手对这个答案很满意，他答应会和乔见面，并且承诺自己不会伤害凯特。富人阶层连续出了2条命案，导致人心惶惶。一群富二代为了自己的安危，决定一起躲在乡下避难。乔也被邀请来到了这里，而邀请他的是庄园的主人菲比，她是某个公爵的女儿。因为凶手答应会和乔见面，乔觉得对方也一定会来到这里。就在乔准备休息时，门缝处塞进了一张纸条，对方让乔去一个指定地点，乔早已等候多时了。Phoebe, really? 这不是乔预想中的场景。很显然，菲比不是等候他的凶手，对方这是在勾引他。可乔现在哪有这种心思？他婉拒了对方的好意，然后对他进行了开导。原来对方和男友的感情出了问题，所以才想寻找一点刺激。随后，菲比的男友又找到了乔。乔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明明是来寻找凶手的，结果却成了情感顾问。亚当还告诉乔，邀请他来这里的并不是菲比，而是罗德。I've always admired a man like you who doesn't care how he presents. I'm so pleased you're here. 这个消息让乔非常的意外，罗德为什么会邀请自己呢？难道对方才是真正的凶手吗？为了找出答案，乔开始观察罗德，结果发现对方病态地爱着凯特，他的相机里全是凯特的照片，而凯特却并不喜欢对方，因为受害人一个是凯特的男友，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这让罗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由于乔和凯特的房间相连，两人时常能够见到彼此。因为晚上有个重要的宴会，凯特看着笨手笨脚的乔，决定帮他整理衣服。近距离的接触让空气变得暧昧，结果导致两人当场失控。他们再次体验了一把鱼水之欢。完事之后，两人一前一后参加了晚宴，却没有想到罗德竟然在晚宴上找乔的麻烦。他觉得像乔这样的穷老师不配和他们坐在一起，而且自从乔出现之后，他们失去了2个朋友。罗德在暗示乔就是凶手，一个叫吉玛的女孩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不断的在一旁煽风点火，这让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然而这时，管家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菲比女士在房间内遭遇了谋杀，需要所有人去客厅商讨，然后找到凶手。却没有想到，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非常兴奋。原来这一切并不是真的，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了。乔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死了2个朋友之后，他们竟然还有心情在这玩游戏。不过这也给乔创造了机会，这样他就有时间进入罗德的房间，寻找证明他是凶手的东西。 What's in here, Rold? Is your phone in here? The weapon you used to harass me? Help you with that.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in my room? Is that what it looks like? It's you, isn't it? Did you kill Malcolm because you're in love with Kate? No, did you? You know, it's funny, this game. Every year, someone gets hurt. Ow. 好在楼层不高，加上绿化的缓冲，乔只是受了点内伤。他知道对方并不是真的想杀了自己。就在乔打算回去休息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Fuck, that sounded real. Kate! Kate! 打开房间之后，乔看到了震惊的一幕，那个在餐桌上羞辱自己的女孩竟然倒在了血泊之中，而凯特的手里正拿着凶器。这个画面让乔想到了前妻，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爱上的女人都这么喜欢杀人。就在乔一脸迷茫的时候，凯特却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但他根本没法解释尸体为什么会在自己的房间。凯特一边说着，一边关上了房门。他想隐瞒这件事，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财阀父亲知道后会因此操控他的人生。凯特不想和家族产生关系，希望乔能帮他一起处理尸体。
这让乔没有办法拒绝，因为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他了。他一样无法摆脱嫌疑，而处理尸体对乔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他提议把尸体塞进古董木箱，然后偷偷转移出去。Antique piece of shit. Fuck. Do you have another idea? Thank you, Rolled. 乔直接把尸体从窗户上丢了下去，然后藏进了杂物室。可乔熟练处理尸体的样子，引起了凯特的怀疑。他觉得乔或许才是真正的凶手。看着情绪激动的凯特，乔只好说出了关于哈丁的秘密。得知乔被人陷害，还处理了自己男友的尸体，凯特非常的震惊。但看着一脸真诚的乔，凯特选择了相信对方。然而回去之后，凯特却发现自己的手镯不见了，或许是在搬运尸体的时候掉的。这让凯特非常的着急，因为上面刻着他的名字。乔只好让凯特先回房间，自己一个人回去寻找。Stand up, Jonathan. Caught you. 随后，罗德把乔带到了众人的面前，示意他就是杀人凶手。由于证据确凿，根本没有人听他解释。罗德打算就地枪决了乔，因为他的叔叔是当地最大的法官，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受到惩罚。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by God and Empire, I hereby sentence you, Jonathan Moore, to death. You're not serious. We always give the foxes a chance in the hunt, don't we? Would you like a head start? Scrappy son of a bitch. Hello, Joe. 画面一转，乔被囚禁在庄园的地下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直陷害自己的凶手，竟然是眼前的瑞斯。他是一名高材生，从底层一路爬到了富人圈，还准备选举伦敦市长。但瑞斯看不惯有钱人的尿性，他觉得这群人是社会的毒瘤。瑞斯想让乔杀了罗德，然后和自己一起合作。瑞斯很欣赏乔，因为他在杀了那么多人后，竟然能够全身而退。但瑞斯不是傻子，他看出乔并不是真心想和自己合作。Shame. Clearly, you're not the man I hoped you were. 看到庄园起火之后，所有人开始慌乱的逃离。乔拼命地挣脱了铁链，在这危机时刻，他没有选择丢下罗德。尽管对方刚刚还想杀了他，乔帮助对方打开了铁链，可出口被大火熊熊包围，他们根本无法逃脱。两人再次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凯特突然出现，在对方的帮助下，他们成功逃了出去。乔没有透露凶手的身份，因为对方知道他的所有秘密。好在经历这些事之后，他成功摆脱了嫌疑。就在这时，新闻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瑞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还正式宣布自己要竞选伦敦市长。没有人怀疑他就是杀害富人的凶手，他们的死亡反而让瑞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乔知道瑞斯的杀戮不会停止，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阻止对方。以前的他总是为了爱情去杀人，但这一次他不想把凯特牵扯进来，乔只好主动和对方提出了分手。安排好一切之后，乔开始关注瑞斯的一举一动，他想寻找机会杀掉对方。可是瑞斯的身边总是围满了大量的记者和保镖，乔根本就找不到动手的机会。就在乔束手无策的时候，却看见了瑞斯，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家中。瑞斯表现得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乔的所有秘密。瑞斯告诉乔，只要他能找到一个替罪羊，把所有的命案嫁祸给对方，那他就不再找乔的麻烦。为了稳住瑞斯，乔只好开始物色目标。他找到了一个富人圈的瘾君子，乔觉得这种人不值得可怜。然而交谈后发现，对方已经打算重新做人，这让乔有点难以下手。就在这时，乔收到了瑞斯的短信，对方让他找到人选之后，就查看自己的冰箱。结果没有想到，他在自己的冰箱里看到了西蒙的耳朵。Oh, so no pressure. 在一个豪华的派对上，
乔开始四处寻找那个瘾君子，结果碰到了自己的学生奈迪亚。对方看到乔之后，表现出一脸的惊讶，他没想到自己平平无奇的老师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得知乔和菲比女爵是好朋友之后，奈迪亚更是一脸的羡慕。他是被富二代同学邀请才能出入这个派对。奈迪亚非常的崇拜菲比女爵，想让乔帮忙引荐一下，可乔没能如他所愿，因为他还有正事要办。随后，乔找到了那个瘾君子，他正独自坐在角落睡觉，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Johnny boy. Hi. 另一边，菲比女士正在接待朋友，然而这时，一个服务生却告诉她，警察让她去安全室谈话。菲比只好跟着服务生离开了派对。刚来到电梯，奈迪亚突然喊住了菲比，她想要和对方合影，还没等菲比开口，却被服务生给拒绝了。No, I'm sorry, not the moment. Oh, I'm so sorry, darling. The police need to speak to me urgently. 与此同时，派对上传来一个好消息，凯特收藏的艺术品被一个年轻富豪全部买下，这让凯特非常高兴，但也有些不理解，对方看起来并不是喜欢艺术的人。而男人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他在凯特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些下流的话，就是让凯特陪自己睡一晚。凯特没有拒绝，而是让对方晚上来自己的家里，而这一幕都被乔看在了眼里，自己曾经的女友和别人如此亲密，这让他醋意大发。然而这时，纳迪亚找到了乔，得知菲比被一个服务生带走，乔产生了不好的预感，因为他看见警察就在派对上。而此时，菲比被带进了一个酒店房间，对方二话不说就锁死了房门。菲比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原来服务生是菲比的狂热粉，一直幻想着自己是对方的朋友。他觉得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为了菲比的安全，就控制了他的自由。说着，他还展示了自己和菲比的同款纹身，结果菲比的手上并没有什么纹身。女人立刻拿出了水果刀，打算给菲比现场刻一个。面对这浓浓的爱意，菲比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好在这时，乔找到了这里，为了稳住这个疯女人，菲比开始好言相劝，承认自己是她的好朋友，这才让对方打开了房门。乔进屋之后，女人依然没有放下警惕心。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菲比趁机夺过了对方手里的水果刀。也就在这时，警察终于出现了，他们破门而入，控制了这个疯狂的女人。结果没有想到，警察还在对方的包里发现了一只耳朵。菲比一眼就认出这是西蒙的耳朵。原来乔没有嫁祸给那个瘾君子，而是提前把耳朵偷偷放进了女人的包里。就这样，女人成了杀害妇人的凶手，连环杀人案完美落幕。另一边，凯特正和年轻的富豪幽会，对方一掷千金，就是为了和凯特睡上一觉。两人都觉得物超所值。然而就在这时，男人的手机响起，凯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对方竟然在和自己的父亲联系。凯特瞬间清醒了过来，原来男人是自己父亲派来的。凯特不想被父亲操控人生，他愤怒地赶走了男人。而乔透过窗户看见了刚才的一幕，凯特也看到了对方，两人一个对视，乔就像收到了什么讯号，随后乔就敲开了凯特的房门。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两人瞬间旧情复燃，当场又切磋了一把。完事之后，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结果没有想到瑞斯又出现在了他的家里。对方没有遵守诺言，还要求乔再为他做一件事。瑞斯竟然让乔去杀了凯特的父亲，因为对方不但有钱有势，还支持瑞斯的竞争对手。乔会如何选择呢？乔只好开始调查女友的父亲，他想知道瑞斯为什么要除掉对方，可网上关于对方的信息少得可怜。不过很快，乔就见到了这个未来的老丈人。凯特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他只是想把乔介绍给对方认识，说自己和乔是在认真的交往。 Serious, huh? Well,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 Joe. No. 我勒个叉！乔怎么也没有想到，洛克竟然也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击也太难了。乔尴尬的能在桌上抠出3室2厅，好在洛克没有拆穿，他把注意力放到了凯特的身上，因为凯特喜欢艺术，洛克直接送给他一座博物馆，他想用金钱缓和两人的关系，可凯特并不领情，他觉得父亲的钱都是昧着良心赚来的。凯特离开之后，洛克才向乔提起了瑞斯，他想搞垮对方，希望乔能帮助自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乔决定利用洛克除掉瑞斯这个麻烦。回家之后，乔在书架上安装了摄像头，还打开了手机录音，然后把瑞斯骗到了家里。乔想引诱对方承认自己的罪行。 Smell that? Smells like a fucking rat. Shit. 乔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绑架了玛丽，她是乔深爱的前女友。乔就像被抓住了软肋，瑞斯利用乔的弱点，让他在24小时之内杀了洛克。乔只能在前女友和现岳父之间做个选择。随后，乔连夜找到了洛克，他已经决定要杀了对方。可洛克早就察觉到了乔的小心思，他提出了一个交换：洛克让乔去杀了瑞斯，还承诺帮他抹除过去的痕迹。说完就给了乔一个地址。原来瑞斯今天和妻子住到了乡下，身边没有人保护，他知道这对乔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天，乔就赶到了瑞斯的住所，趁着对方妻子外出，乔直接敲开了房门。 So I don't know you. Really? 画面一转，
瑞斯就被绑到了椅子上。乔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但他必须要让对方先说出玛丽的下落。可是无论乔如何折磨瑞斯，对方就是不肯开口。I let her go. I'd stepped away. I was starting over. Where is she? Tell me where she is. Tell me or I'll kill you. You fucking psychopath. Tell me. 没有想到，瑞斯到死都没有说出玛丽的下落。而另一边，纳迪亚对乔的身份产生了好奇，对方2次就下了菲比女爵。他觉得这个老师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趁着乔不在家，偷偷溜进了对方的住所。经过一番寻找，一把神秘的钥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顺着乔的生活轨迹，在街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巷子。走进去之后，他看到了一个铁门。纳迪亚拿出了乔的钥匙，结果真的把门给打开了。与此同时，乔还在为自己的冲动自责，因为他杀了瑞斯，那就没有人知道玛丽的下落了。可就在这时，另一个瑞斯却突然从背后出现。乔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结果对方却告诉他，他杀的是真正的瑞斯，而且对方确实不认识乔。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活着的瑞斯是乔的邪恶人格，他只存在乔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乔和真正的瑞斯并没有见过。听到这个答案，乔并不相信，他认为眼前的瑞斯只是自己的幻觉。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乔拿出了书架上的摄像头，里面拍下了2人的谈话过程。然而结果却是， You think I'm a fucking idiot? 这一刻，乔才接受了现实，原来从始至终，自己才是杀害妇人的凶手，也是自己囚禁了玛丽，但他却想不起来自己把玛丽关在了哪里。而另一边，纳迪亚找到了玛丽，得知对方的遭遇之后，他非常的同情。纳迪亚想要报警，却被玛丽拒绝了。他深知乔的可怕，乔杀了那么多人后，依然能够逍遥法外。如果打草惊蛇，那他和女儿都会陷入危险。玛丽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她要亲手杀了对方。玛丽希望纳迪亚能够帮助自己，为她提供药物和刀具。没有想到，纳迪亚竟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觉得乔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与此同时，乔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囚禁玛丽的密室。乔不断地安抚对方，说自己会放她离开，然后拿出了玛丽的手机，联系了他的一个朋友。玛丽把女儿交给了朋友照顾，结果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玛丽的失踪，她的婆婆决定夺回小孩的监护权。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这一刻，玛丽失去了活着的动力，她的情绪彻底失控了，这让乔陷入了自责，因为是他让玛丽陷入了困境。他努力地想摆脱过去，做一个好人。然而瑞斯却想要杀了玛丽，他想要乔完全地接受自己，做回曾经的那个变态。为了能够让瑞斯闭嘴，乔吃了安眠药。他决定醒来后就放玛丽离开。另一边，纳迪亚正按照计划行事，然而经过地铁安检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他的背包散落一地，露出了管制刀具，结果当场被保安控制。而乔醒来后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他决定放走玛丽之后，自己也会离开这个国家。然而来到密室之后，却看见玛丽陷入了昏迷。玛丽最终选择了吞药自杀，她最终还是没能活着离开这里。而玛丽的死却让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很想做一个好人，可是他的内心里隐藏着一个邪恶的人格。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他已经决定要离开这里。邪恶人格瑞斯想要阻止，但却被乔给无视了。然而就在这时，乔收到了凯特的信息，他决定和对方做个告别。2人见面之后，却看见凯特一脸的心事。原来他一直被自己的父亲控制。凯特这些年交往过的男友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踪，还有的被送进了监狱。原本凯特并没有放在心上，结果昨天父亲找到了他，凯特只是随口跟他说了一句，她最好的闺蜜要嫁给一个虚伪的男人。她知道男人并不爱菲比，只是看中了他家的财产和地位，可她却没有办法阻止。结果第2天，菲比的未婚夫就遭到了谋杀，这让凯特想到了一种可能。他找到了父亲，凯特怀疑是对方杀害了亚当，结果洛克不但没有否认，还说凯特在外面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他在暗地里主导的。凯特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是父亲手中的木偶。面对这浓浓的父爱，凯特显得非常痛苦。他意识到洛克不会停手，乔得知后决定在离开之前帮凯特摆脱父亲的操控。这一刻，乔和自己的邪恶人格达成了共识。晚上，乔趁着夜色偷偷潜入了洛克的工作室。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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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ry. 画面一转，洛克就被乔绑在了椅子上。乔打算给对方安排一个舒服的死法，然而这时洛克的保镖走了进来，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乔从背后偷袭，他一刀割断了对方的脚筋，接着又一刀刺向了对方的颈动脉。2刀过后，保镖就领走了盒饭，而洛克还在垂死挣扎。他想要说服乔放过自己，承诺会帮他摆平过去，还会给他用之不尽的财富。 You do this for her. You become the problem. You and I are the same, Joe. We do what has to be done, because that's what being a man is.
随后，乔开始处理现场，他把洛克的死嫁祸给保镖的身上，故意在现场留下了保镖破产的假象，对方是为了钱财杀害了自己的老板，然后他把保镖的尸体埋在了一个荒郊野地。有了邪恶人格的帮助，杀人变得无比的顺利。瑞斯趁着这个机会，不断的劝说乔，让他和自己合体。随后，乔也跟着跳了下去。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与此同时，纳迪亚因为知道了乔的秘密，这让他非常的恐惧。他把自己和玛丽的故事告诉了同学艾迪。原来他和玛丽有个备用计划，如果他们没能杀了乔，那就必须要让玛丽死。纳迪亚给玛丽留下了药物，吃了以后会让人心率降低。然后他又对玛丽的手机动了手脚。和乔联系的人其实是奈迪亚，玛丽并没有失去女儿的抚养权，一切都在两人的掌握之中。当乔看到昏迷的玛丽之后，才会误以为对方已经死了。随后，乔把玛丽的尸体丢在了公园，就匆忙地离开了现场。而奈迪亚及时出现，他给玛丽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把对方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奈迪亚并不知道，玛丽的死让乔选择了跳河轻生。他觉得麻烦还没有结束，为了让乔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和艾迪决定进入乔的家里，寻找对方的犯罪证据。就这样，纳迪亚再次进入了乔的房间，而艾迪就在门口把风。与此同时，乔在医院里苏醒，他被路过的海警救了回来。凯特得知乔的遭遇后，他连忙赶到了医院。因为父亲的遇害，他继承了万亿家产。凯特并不知道是乔杀了对方，乔不想再欺骗凯特，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对方，说自己有一些不好的过去。然而凯特非但没有介意，还决定利用手中的资源帮乔清除过去的一切。他愿意为乔做任何的事。就这样，乔获得了新生。而另一边，纳迪亚终于找到了乔的犯罪证据。乔总是喜欢收集一些受害人的物品，奈迪亚发现之后，连忙用手机拍了下来。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却发现艾迪不知所踪。Where are you? Is he? Fucking hell! God, Professor Boy scared the life out of me. It's okay. Okay. Did I see you coming from my flat? Are you looking for me? 打开手机之后，乔看到了自己的私人物品。对方知道了自己的秘密，但乔一点也不生气，因为他现在有了凯特的支持，可以轻易的买通警察，甚至可以操控网络。Nadia. Give me your hand. Give me your hand. 乔杀了艾迪，然后把凶器交给了奈迪亚。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一切嫁祸给了对方。乔非常的确信，即使奈迪亚说出了真相，也没有人会相信他。几天之后，乔和凯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西方，因为凯特把乔重新做了包装。乔杀害了前妻，结果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受害者。外界只知道他逃脱了前妻的魔爪，最终和富可敌国的凯特结合。两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们的爱情故事登上了头条。就连远在巴黎的玛丽也看到了这个新闻。他和对方一样，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而乔看着玻璃中的自己，出现的竟然是他的邪恶人格。很显然，他们融合到了一起，再加上凯特的帮助，乔已经如虎添翼，杀人对他来说将变得更加的容易。